好，进入新的一年啊，这个农历新春2月22号，再过2天2月24号，俄乌战争就满4周年了。想想这个时间还真的是很快啊，而且一打就竟然能够打到4年之久，受害的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也是啊。全球当然也在之前因为经济啊相关的都受到了冲击。好，满4年了，在今年2026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停火呢？我们先来看《纽约时报》有一个最新报道啊，因为他们分析了俄军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接下来几个月之内要拿下3处重要的战略要地，增加俄方的谈判筹码。这3个地方呢，分别是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的胡里艾伯勒镇，还有乌东地区啊顿内茨克州的红军城，以及呢米尔诺格勒市。目前呢，俄军最具威胁性的攻势是发生在扎波罗热的胡里艾伯勒镇啊，这个地方呢是在最近的战事当中，那曾经是稳定当地部分战线的要地，可是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俄军控制。那另外在顿内茨克州呢，乌军的重点是守住红军城。红军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被讨论过好多次啊，来来回回的哈。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呢还是在讲红军城。另外一个就是米尔诺格勒这2个城市，虽然俄军在这2个据点付上了非常大量的伤亡的代价，但是呢，莫斯科当局相信啊，在消耗战，他们最终还是能够打败乌克兰。好，说到了乌克兰，其实乌军啊，现在就是面对俄军就跟你拼了，消耗你 ，OK， 我就是跟你打消耗战。拼得了这个经得起这样的消耗吗？老师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先说，我个人会认为，现在这三座城池啦，这一个攻击，非常像2次世界大战里面的斯大林格勒，双方其实已经有一点会是一个面子之争，所以其实乌军会觉得说，我已经投入这么多了，我不能丢掉这3个城市。那也同样的，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他也会认为，我拿下这3个城市，对于我日后的谈判，或者是说这3个战略要地，我可以去控制的话，对于我未来要去，不管你要说威胁也好，或是控制也好，或者是对乌克兰持续去施加压力，这3个城镇是有它的战略的价值存在，非拿不可。那这3个为什么这3个这么重要？第一个，它是交通中心，所以如果我能够拿下来的话，对于如果它属于俄罗斯这一边的话，未来它有可能就会变成是我俄军要下一步对乌军发动行动的一个攻击发起线。那第二个的话，有一些这几个城市，其实它都在一个相对来说地势可能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它可以去对周边的一个低地去进行一个控制。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是乌克兰是个平原嘛，所以如果有相对高一点的丘陵，对于控制战线来说是有它的一个优势的。那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莫斯科好像这个信誓旦旦觉得应该可以拿得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俄乌的战场上面是这个无人机，我们现在在这个台湾或亚洲华人圈是这个新年很快乐，可是在这个俄乌战场那一边是冰雪连天，这风雪继续在这样子飘的状况，风雪飘的话，无人机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观测，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使用步兵去进行战略的战场上战线的撕裂，或者是渗透进去最好的时候。所以其实现在的俄乌战场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短兵交接。那短兵交接的状况之下，对于缺乏人员补充的乌克兰，自然就是处于一个下风的状况了。所以其实对现在来讲的话，乌军他或许必须要去做一个战略选择。3个要全丢，还是我可能丢2保1或丢1保2？他必须要去做兵力的收缩。可是如果今天对于基辅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执着在这个面子之争，会不会重蹈当年希特勒的覆辙？那时候的一个第6军团其实是有机会撤出来的，可是因为他就要跟斯大林要跟他这个面子之争，导致最后的包路斯，导致最后的第6军团全部被俄军俘虏。设身处地去想啊，不管现在是俄军也好，或是乌军也好，在这种天寒地冻的环境下，那继续打，然后已经打了，马上就要满4年了。可是呢，能够看到终点吗？在今年发生吗？会不会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呢？因为最近传出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很有压力哈。那因为除了军事上面我们提到这个压力之外呢，《金融时报》也报道说，美国也在施压乌克兰啊，因为川普实在没耐性了哈。就定了一个日期，说必须在5月15号以前举行总统大选，而且呢，针对跟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要进行全民公投，否则乌克兰就可能会失去美方先前打算要提供的安全保障。那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着手规划相关的投票作业，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的压力是很难扛得下去哈。那这个泽连斯基也向媒体表示，美方希望在6月以前签署所有的文件。为这个2战以来这场
欧洲最大规模的冲突画下句点。好，主要也是因为呢，白宫他们表达了要把重心转为到美国11月的其中选举哈，所以要定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所以拉回到现实面，我们来看的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各自想的是自己的利益。美国现在想的当然就是不要让俄乌继续影响到年底的期中选举，这对川普来讲很重要。可是现在乌克兰面对美方要求要举行大选，然后呢进一步来进行这个公投哈。如果真的选这个大选，那泽伦斯基选这个泽伦斯基的下场应该大概可以预测会是如何了吧？很多人预测，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泽伦斯基可能选不上了。那如果这个预测是真的话，我是泽伦斯基，我一定会先找一个选完之后我要飞去哪里，也就是说我的政治庇护要去哪里。对。那现在看起来，似乎美国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因为如果泽伦斯基在美国，然后一直讲说我就是被川普政府踢走的，然后怎么办？我说不定不会输的。那川普11月的期中选举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当然大胆的假设了，泽伦斯基说不定他就在欧洲找一个国家，就继续先比较安全的待着。不过我觉得这是小事了，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川普从上任之后，他一直想要终结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不只是他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气话或者是那个幻想，而且呢，他现在面临到了11月的期中选举，他必须要端出一些牛肉来，让他的选民觉得这个总统虽然说有时候强硬了一点，但是呢，他帮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俄乌的这个结束呢，对美国其实是好的，因为第一点，美国就不用再提供太多的援助进入到乌克兰，或者经过欧洲转手到乌克兰。对。第二点，各位还记得，如果去年4月那个协议，大家还记得内容的话，就是乌克兰跟美国的矿产资源协议里面，其实川普是用一个投资的角度，对乌克兰未来的这些矿产，美国要怎么跟他合作，然后美国现在给乌克兰的这个资源要当做投资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等等的。也就是说，就算乌克兰割地让了，签了合约，但是他以后还要透过这些协议，把一些资源或者一些金钱赔给美国。对，我用赔这个字啊。所以对美国来讲，结束之后，我又可以减少对乌克兰援助，我还可以从乌克兰这个矿产协议这边继续赚我的钱，何乐而不为？那诺贝尔和平奖算了，好，川普我不知道他今年会不会继续试吧。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川普为了要达到他的战略、政治或个人的目标所要推的。如果停火的话，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真的蛮有希望的。没错，所以为什么川普不推呢？好，那到底这个6月会不会画下句点？这个泽伦斯基自己都讲了，川普希望是5月选举，6月画下句点嘛。那这个川普确实也威胁了乌克兰说，你再不配合的话，我就停止给你的援助。对，那对泽伦斯基来讲，他之所以能撑那么久，除了他国土的广大之外，当然他人民一开始比较高的抵抗的意志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到现在呢，抵抗的意志根据民调的看起来似乎也不是那么的高了。再加上这些外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受到美国的掣肘，也逐渐的有减少的趋势。那泽伦斯基还剩什么？就剩一个人，一个公众形象，一个受害者的形象。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现在他必须要思考，就是选完之后，如果他有个安全地方走，他就走了。甚至他在这些欧洲国家到处演讲，这个演讲费是不少的。不过他也要小心被暗杀，所以要到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要让他真的是人身安全是被保护好的。对啊，所以那其他的话，那只要能够安全下庄，我觉得泽伦斯基他撑这么久，我觉得对他的支持者来讲，仁至义尽了。对啊，现在其实欧洲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哈，但是你说欧洲又能使得上多少力呢？啊，那当然这个俄罗斯啊，现在除了在西线这边跟持续跟这个乌克兰在作战以外呢。那在远东地区啊，北方四岛这边的俄军呢，也从2026年一开始呢，就举行了连续3个月的实弹军演。我们回顾2025年呢，俄罗斯分别在4月、6月、7月、8月到9月，还有10月到11月，都在北方四岛附近的海域进行实弹演练。那频率真的相当的高，所以呢，日本政府很担心，多次表达抗议，但是都只能透过外交管道去表达严正抗议。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在2月7号北方领土日这一天呢，参与了北方领土返还要求全国大会的时候呢，对于俄方的频繁军演，他表示说，
战后80年过去，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和平条约也没有能够缔结哈，他觉得很遗憾，也知道这个责任很重大哈，所以俄罗斯这2年频繁的在北方四岛进行军演，他要威慑日本的战略用意是什么呢？蔡老师怎么看？他也希望日本不要跟美国走得太近了，但是这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原点，为什么高市他2月8日的时候得票率会那么高，就会跟这位结合在一块？因为日方嘛，你只是用跟俄罗斯去讲话，那俄罗斯可能不会太理你。但是我们会看到，这是在2月7日，那2月8日的话是投开票。2月7日他去讲这一句就是这些演讲之后的话，会得到多少一个选票？而且他没有放弃北方四岛，但我们也知道这个要拿回来的可能性不是很高。不过你作为一个首相，你一定要坚持说我要拿回我的一个领土，这一定要为自己的国家主权。那另外一个的话，对于当地的人民而言，我们自卫队它可能会增加它的一个能力，你只要增加能力的话，你就可以有机会去跟他们谈。但是高市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人能够回去扫墓，因为我们那些人年纪都很。